大家好，我是汤姆斯王。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联邦移民法中的第25条款 Humanitarian and Compassionate Ground 人道主义考量法律条款和相关的申请案的规范。H&C Consideration 或者又叫人道主义考量，它的立法初衷呢，主要是说联邦政府考虑到很多生活在加拿大的外国临时访客，或者有一些外国临时访客，他们可能生活在国外，但是他们有相关的亲属或者家人在加拿大境内。那么这些人生活在法律困境中，又被称为 legal limbo 中。具体的讲呢，所谓的法律困境是说，他们无法通过常规的法律条款和申请项目来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同时呢，他们又面临了特殊情况，导致他们无法返回他们的故国、祖国或者又叫原居国正常生活。这些特殊的困境导致这些人返回原居国之后呢，他们可能面临着极端不利的后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向这些临时访客或者相关的外国人呢，提供了最后的法律救援，所以 legal remedy 或者 legal relief。属是这个第25条的立法初衷。针对第25条款呢，我们首先做出一个详细的解读啊。第25条款它的法律原文说 The minister 就是联邦部长、移民部长。The minister must, on request of foreign national in Canada who applies for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and who is inadmissible， 一个生活在加拿大的外国人提出申请之后，联邦政府必须来审理他的这个申请案。这一类申请人呢，他们可能没有达到这个申请案相关的条例标准，比方讲，他的体检不能通过，他有一个排除的条款。第34国家安全情况，第35条款反人类罪行和战争罪行，还有37有组织犯罪。除了这一类的情况，他可以向联邦政府提出一个申请。下一个条款 On request of foreign national outside Canada， 在加拿大境外的申请人，那么联邦政府他用了一个语句 may， 是说可以给予考虑，这些人同样是不可以有第34、35和37条款的 inadmissible， 否则的话呢，如果仅仅因为他们在海外不能走正常的移民通道来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这些海外的申请人如果提交申请，联邦政府可以给予考虑。在这里注意，联邦政府针对境内和境外法律使用了一个 must， 是境内和海外的是 may。所以这两类语气稍有差别。说针对这两个情况，联邦政府都要给予 examine the circumstances concerning the foreign national and may grant foreign national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and examination from any applicable criteria or obligation of that。 这个意思是讲，针对这两个类别的 request， 一个是境外，一个是境内，那么联邦政府移民部必须或者是可以考虑申请当事人的情况，给予这些外国人呢永久居留身份，或者说是豁免于相关的法律条款的要求。前提，这个申请案25条设定了前提 If the minister is of the opinion that it is justified by humanitarian and compassionate consideration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national， 如果这个移民官他有理由相信重大的人道主义的情况在这个当事人中是非常显著的，同时还有一个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best interest of a child directly affected， 还要求必要的时候要考虑是否有未成年儿童的最大利益考量，也就是说他的最大利益是否受到影响。那么我们进一步的介绍一下第25条款的法律授权范围。第25条款呢，主要赋予了加拿大联邦移民官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允许他们豁免联邦移民法对申请人呢的常规要求，比如学历、语言等等。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人在正常的申请中，比如说走本地的经验类技术移民，那么这些人可能分数达不到，他们就不能得到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有重大的人道主义困境，那么他可以提交人道主义考量申请案。如果这些申请人呢在申请案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的特殊严重的困境，移民官必须予以考虑。这部法律呢，赋予移民官所谓的自由裁量权，允许移民官他检视广泛的人道主义因素。第25条呢是人道主义考量呢，它是向这些申请人他提供了一个永久居民身份的特殊通道，被称为 pathway， 允许这些申请人呢，如果他们面临特殊情况，前提是他们不能通过其他正常渠道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他可以提交此类的 H&C 的移民申请案。移民官必须给予考虑。另外，最后一点就是人道主义考量呢，并不能得到默认的批准，并不是说任何一个人他可以提交一个申请案，政府就必须批准。所以，举证责任在于申请人，他们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和强有力的理由来证明他们所面对的特殊困境，以留在加拿大永久居住。
基本上3大考虑要素。第一个要求他的 hardship 是否是 significant， 并且也有 compelling reason。第二个呢是与加拿大的紧密联系。另外呢，是否有未成年儿童的最大利益因素受到影响。所以这3个点一般来讲构成了一个联邦移民官审核 H&C 案的重大的考虑范围。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类的 H&C 的申请案中适用于哪些申请人呢？首先，我这个人有可能他长期生活在加拿大，又或者他有在加拿大的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家人或者亲属，他们面对严重的困难，允许他们得到豁免于常规的移民法要求。他们要证明呢，如果加拿大不受理他们的话，他们回到他们的原居国会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最后一点，他们要证明他们在加拿大有强有力的本地关联，比如说有家庭、工作、家人和社区的历史连结所以适用于这些人。哪些人不适用于这个 H&C 的案子？首先，庇护申请案很多人把这个庇护案和人道主义混为一谈，实际上他们是严格的，是有不同的适用的法律。申请案进行中的庇护申请人不可以申请人道案。还有哪一类的庇护申请人呢？他们的庇护失败了，得到最终的裁决失败，你也没有再上诉，他要求1年之内，所谓的 1 year bar， 1年之内不可以提交人道主义申请案。还有哪些人呢？不能提交人道主义申请案呢？被称为 designated foreign national， 如果他们进入加拿大之后5年之内不可以提交人道主义申请案。这些人呢被称为指定外国人。指定外国人往往是基于特殊情况，他们进入加拿大，联邦政府给予紧急救援，让他们临时的居留在加拿大。这些人呢，联邦政府说，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他们入境5年之内不可以提交人道主义考量申请案。另外呢，如果任何的案情呢涉及到庇护案情的因素，比如说基于迫害和酷刑的恐惧就是公约难民的这一类案情，不可以提交人道主义申请，必须另案提交难民申请。联邦移民官在考虑人道主义申请案中，他会具体考虑到哪些因素？一般来讲呢，移民官他可以不依据普通的审核标准去审核任何的个案，他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针对这个申请人的特殊的困难情况进行个案的审核。所以第一个 factor 就是 level of establishment in Canada， 在加拿大的生活的建立的程度。一般来讲，时间多长，你是否在本地有工作，你在本地的经济情况，以及你是否在本地受过教育你是否有一定的官方语言能力，你是否有社区的参与，比方讲你是否去教会，这些社区活动、文化活动都被称为 local establishment factor，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他们的家庭关联 family ties in Canada， 他们的家人中，比如说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是否有加拿大永久居民或者公民。另外，这些家人和亲戚是否对申请人有经济或者情感的依赖。如果当事人和家人分离而离开加拿大，是否会给相关的家人造成一定的困难，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第三点， The best interest of child BIOC， 儿童最大利益考量，在所有的人道主义申请案中，儿童利益最大考量是非常的 significant 的一个因素。那么联邦移民官呢，他必须考虑是否有未成年儿童是加拿大永久居民或者是公民。联邦移民法未成年人士是22岁，然而在此类的申请案中，我们更多的解读是适用于当地的司法管辖区的未成年儿童的定义。比如说在 BC 省未成年儿童的定义是19岁。如果申请人离开加拿大或者返回他的原居国，是否对这个相关的未成年儿童的情感或心理造成重大的影响甚至伤害？如果申请人离开加拿大，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当事人未成年儿童的在加拿大本地的教育、健康和获取基本社会需求的能力？这些都是考虑因素。加拿大联邦的移民法有一个重大的案例叫 Kansas vs Canada， 它是一个明确的一个法律的先例。这个法律就要求，当移民官移除一个外国人离开加拿大返回他的原居国的时候，必须考量是否有涉及到的儿童他的最大利益和福祉。第四点， hardship if forced to leave Canada， 如果迫使该申请人离开加拿大，那么是否他具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当事人必须表明他回到他的原居国，他会造成 severe difficulties。比方讲，他回到原居国之后，当事人工作和就业能力以及经济资历的能力是否是缺乏的联邦政府必须予以考虑。还有返回他的故国之后，他是否会遭受到社会的普遍的歧视、暴力对待和社会排除情况。你比方讲，少数性别群体，就是 LGBTQ 这个群体，他们在很多国家受到普遍的歧视甚至不当对待。这样群体的成员，当他把他从加拿大移除返回到他的原居国的时候，他们这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现有制度是否会接纳他，还是会排除他们，这个必须得到重大的对待和考虑。最后一点，这些人回到他们的国家的时候，当地的政治情况和稳定情况，是否有战乱，是否有瘟疫流行，这些情况被称为 instability， 必须得到考虑。第5点 ，health issues and medical consideration， 所谓的健康情况考量。当这个当事人回到他的原居国之后，他是否能获取充分的医疗资源救助资源？如果不能救助，当事人是否因此他的健康情况会得到恶化？如果移除当事人，他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是否会受到急剧的负面影响？那么所谓的融入情况 （community and social integration）， 那么 officer 必须要考虑这些当事人在加拿大本地的社区和社会融入情况。这些当事人是否在社区、邻居和他的工作同事中享有一定的声誉？那么是否他们的雇主和宗教团体，还有任何的社区领袖曾经在申请案中有一个 endorsement 或者叫支持信？当事人在加拿大是否是守法良民？所以这一类情况必须得到充分的考虑。第7点就是返回原居国的风险评估 （risk factors and country conditions）。他返回原居国之后，是否存在普遍的政治暴力战争和人权的侵犯，导致他不可以在这个原居国得到一个稳定的基本的生活保障？有关他回到原居国之后，当事人是否有因为特定的弱势群体，比如说 LGBTQ， 由于他这个身份，他会受到普遍的歧视而导致了他不能定居和安定的生活。其他的经济情况也就是当事人在原居国是否缺乏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所以这些都必须得到移民官的考虑。每个申请案它有一定的挑战和难度，这些挑战呢，根据我这些年的 practice， 往往存在于2方面。一个呢是申请案本身呢缺乏证据一个申请人可能会自我主张他会有很多的困境，有身体上或者精神上的创伤这些。那么如果缺乏充分和足够的证据，这样的申请案就不能成案甚至最终即使提交也不会得到批准。另外，必须要给出一个 compelling 的 reason， 要给出合理的逻辑的说明，离开加拿大返回原居国会造成 serious 或者 severe hardship 和 difficulties。也就是说，你必须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compelling reason， 在申请案中来主张返回你的原居国会给你造成严重的困境。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挑战。难度呢，有可能因为申请案积压联邦政府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会有一些超过它的自身处理的 capacity， 进而造成个案申请案的不必要的 delay， 所以这样都要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